這是跟一個老師傅學的排骨燜豆角。這個炒排骨的方法既不粘鍋也不出水。這個排骨已經洗乾淨了，然後表面會有一些水，可以用那個吸油紙擦一下，就会比较好炒。那麼为了方便演示呢，我就不擦了，直接炒。咱们先把锅烧热，然后来点油，然后来点姜。炒姜的时候火没必要太大，就小火慢慢的把这个姜炒香。来看一下这个姜的表皮已经抽抽了，然后加排骨。那么这时候重点来了，这时候咱们调中小火，就是这个火的范围不要超过食材的范围，不然这外面的一圈就特别容易粘。因为下排骨之后锅的温度就下降了，所以说咱们需要煎一下，等这个锅的温度升起来。那么这时候就什么都不需要管了，让它煎一会儿，先煎个40-50秒钟再说。可以稍微动一下锅你看这样，稍微润一下，主要是让这个边也受热。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着急炒它。好的，翻开看一下，看到没？是不是一点都不粘鍋？那么这时候可以把这个排骨尽量摊开，摊得平一点，依旧是再煎一会儿，就这么边煎边炒，火始终不需要太大，只要不超过食材的范围就没事。咱们可以听这个锅里的声音滋啦滋啦的，证明这时候水分含量还是挺高的。那么这次大概煎个20-30秒钟，咱们翻开看一下，看到没？这个排骨已经开始上色了。因为这个时候锅的温度已经升起来了，咱们的火可以适当的再小一点。如果想吃更香一些，就可以小火慢慢的多炒一会儿。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煎个10几秒鐘就可以翻一下，然後再接着煎。那麼我這個排骨基本上已經全部上色了，就差不多了。來大半勺黃豆醬，依舊是小火慢慢的把黃豆醬炒香。這時候翻炒一定要勤快一點，因為這個黃豆醬還是挺容易粘鍋的。來點桂皮和白芷，花椒和乾辣椒，老抽可以多來一點，主要是老抽上色。再來點生抽，醬油也炒一下，炒一下出香味。然後加熱水，我這個準備直接燉，所以說水需要稍微多一點。完全沒過排骨，鹽大半勺，可以來點醋醋的去腥效果也挺好。切這個土豆可以先切一點點進去，然後往外掰。這樣它的橫截面是不規則的，也更容易進味兒。就這麼切一點點進去，掰，然後加土豆，接着蓋上鍋蓋，然後調小火，先燉個20分鐘再說。這個豆角可以切的稍微長一點然後這個鍋裡少來點油，把豆角炒一下，加豆角。這時候火不要太大，中小火就行。可以這麼輕輕的壓一下。這一步主要是去除這個豆角的豆腥味，然後待會兒也不容易變色。當感覺越來越乾的時候，可以少來點水。來看一下這個豆角的狀態，所以說一定要點點水，不然這個豆角就會太硬。好的，咱們來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土豆，土豆已經熟了。這個時候可以把這個薑還有大料都打一下，然後接着下豆角。那麼加豆角之後就沒必要蓋鍋蓋了。這個時候火依舊不要太大，只要不超過這個範圍就沒事，不然這上面一圈就特別容易糊鍋。來一勺雞粉，少來點糖，就這麼煮個3-5分鐘，讓這個湯汁收乾，然後豆角也熟了。那麼這個時候湯汁已經越來越少了，來點這個蒜和辣椒，動作盡量輕一點，不然土豆容易碎。來看一下這個鍋邊，包括這一邊。這時候火就應該再調小一點，因為水位已經下降了，不然這上面這一圈就容易糊鍋。就是按照我這個方法，你做出來的鍋也是比較好洗的，它會很絲滑。最後出鍋可以來點香油。我就喜歡吃這種有點嚼勁的。我這個大料放的很少，因為我這個是燉的，時間很長，所以說大料的釋放時間就很長。如果是用高壓鍋做，就需要多放一點，因為它很快就熟了。其實像這個炒排骨包括煎魚，火大呢反而容易粘鍋。就是一開始不要着急炒，然後火小一點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這個鍋的溫度始終是在上升。然後因為它表面有水，包括在受熱的過程中它也會出水，這個水就會往下滴。那麼下面是油，油和水混合會產生油水混合物，它會產生蒸汽。這個蒸汽的溫度是很高的，
那麼这个蒸汽就可以让这个排骨受热。排骨在受热的时候，它就会收縮。那么第一次咱们煎的时间很長，這個時候它已經收縮了。那麼接下來再炒，它就會很容易炒。這豆角煎一下，確實味道會好很多。